你知道吗？人的信息大多都是非常负面的，无时无刻不让你产生贪嗔痴。但是你要有一种能力，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牧羊人。当心产生了情绪，就代表羊去吃草了。那么青草就好像好的情绪，毒草就是坏情绪。看到吃毒草的时候，就要把它赶回来，当心走得太远，就把它叫回来。不论外界有多嘈杂，回到家彻底安静下来，重新获得能量，洗掉身上的污垢，重新出发。不论当下什么处境，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圆规的中心，不论外界怎么变，世道怎么变，只要你不变，一切都影响不了你的心。跟着外界走了，麻烦全都来了。如果你的脑袋里有太多的事情，焦虑不安，停不下来，该怎么办？那说明你的能量已经非常分散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、声音、想法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能量。如果说有一段时间里面，你总是操心很多，牵挂很多，担心很多，哪怕那段时间你什么都不干，你也会发现自己很累很累。这是因为你的能量已经被透支了，分散到了这些事情的里面。而随着能量的分散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会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，包括你的记忆力也会变差，情绪低落，心力憔悴，身体疲劳，而且恢复不过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建议你耐心看完，一定能让你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为满身浮夸的毛病所苦恼，所以后来他拜唐简为师，学到了静功，改正自己缺点的这个方法，练静成为每日必练的功课。果然改掉了自己浮夸的毛病，而且这个静功一练，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。什么收获呢？人一旦静下来之后，静能生智慧，静能思虑空明，看问题就看得特别清楚。一个人越是安静，就会越有力量。静能生定，定能生慧，慧能从容。安静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表现，安静是退出他人的热闹，回归于自己的世界。能静下来，才会生出灵感、思想、智慧，才能深刻反思、反省自己。通过静思，唤醒人心的本真，内心的坚守，换回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生命的珍惜，生活的真爱。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，不声张，不炫耀，不迎合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个安静得体的人。内心越是安静朴素，圈子越是干净简单，生活自然就会顺遂圆满。只要能够静下来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人身上一旦有了静气，你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场。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。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从清静中，从虚空中获取能量。放松、放空，能打开能量的开关。安静下来，你的脉轮打开，
用心灵去感受，越来越真实和微细，才能跟银河宇宙相通。头脑中的种种概念可以转换，丢掉就有的，接收新的能量，也才能入道开悟。能源从哪里来？是从静态来的，从空来的。为什么我们到夜里就要睡觉？因为人也需要静态，脑筋不休息是不行的。现在我好忙，现在我好累，这2句话成了当下许多人的常用语。忙和累似乎成了许多现代人的生活常态。我们经常看到一张张疲惫不堪、患得患失、焦虑不安、心浮气躁的面孔。道德经说：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。燥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如何让世人抛却纷繁浮华，让心灵找到归一，快乐而宁静的生活？清静无疑是道教给当代社会开出的一剂速效救心良药。道德经还说：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其复。意思是说，人能修持自己达到虚静状态，便能体悟大道的清净之美和通晓世间万物变化之理。以前的宗教，人跪在那里祷告一下，或者坐在那里，心里宁静一会儿，烦恼就解除了。再譬如人生病了，必须要去医院，不是医院的医生用药物把你治好，而是靠你自己休息过来的。药物只是一种帮助，这些道理都说明静态的重要。这个原理几千年前就有个人讲得非常清楚，他就是道家的老子。老子说：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意思是说，根是万物生命的来源，回归根才是静，能静才能回归生命。这就是讲静态的重要。可是人的生命常常忘记了静，反而尽量只用动态去消耗自己，拼命消耗能源，能源全消耗完，人也就灭亡了。老子告诉我们，道家的修养方法专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，把自己身体的活动功能宁静下来，完全恢复到婴儿的状态。脑筋是清楚的，是快乐的，竟涵盖了无穷的力量。大家学静的功夫，最高的境界就是反省关照自己，乃至不加任何判断地关照自己。我们一个思想发动，产生了多少痛苦烦恼，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。大家都有做事的经验，有时候处理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清静一下，忽然自己的思想说这样做可以解决问题，这就是静态的作用。所以你要处理复杂困难的事，一定先要静下心来，什么都不想，定能生慧。静功的关键在于入静，入静的关键在于止念，别不昏沉。什么是散乱？就是念头杂乱，一下子想东，一下子又想西。而昏沉就是意识不清明，昏昏欲睡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说：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
吾以观复，夫物云怨，各复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这是道家修道的原则和方法，离开此原则都会或多或少偏离。有些人想修道学静坐，那便应该读懂《道德经》，彻底了解真正的方法。静分两种情形，一种就是专门静坐求静，最高明的就是两腿一盘，万缘放下，一念之间就静下来了。第二种就是动中求静，也可以称之为动中禅，就是专注于所做的事，比如吃饭时专注于吃饭，走路时专注于走路，工作时专注于工作。在世俗社会中，每个人难免被各种烦恼、贪嗔、色欲所累，为七情六欲所苦，这就产生了种种的杂念。平常生活中好像不觉得，一旦坐下来闭上眼睛时，杂念就像奔腾的野马，难以驾驭。那么修炼者就必须运用意志的力量，不断地排除杂念，最终驯服这匹野马。驯服野马的过程，就是真气发生的过程，也就是功夫长进的过程和身体康复的过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两种求静有效去除杂念的方法。一、杂念生，难入静，怎么办？可以多读读庄子心斋。庄子心斋出自庄子人间世。心斋为并除杂念，使心境虚静纯一，而明大道。庄子人间世有寓言说，颜回向孔子请教游说专横独断的魏国国君的方法，孔子叫他先做到心斋，并指出这不是祭祀之斋，而是精神上的斋戒。原文：回曰：敢问心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吾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；吾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服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，为道即虚，虚者心斋也。浅是要义。颜回问：心斋是什么意思？孔夫子说，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，不要胡思乱想，等到念头归一之后，就用听自觉，但不是用耳听，是用心听。就深一层功夫讲，也不是用心听，而是用气听。到此境界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，神和其两者合而为一，心也不起作用了。气的本质是虚的，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，只有道场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，功夫做到心同太虚一样，就算是心斋。心斋这种功夫是一连串做下去的，所谓道以一贯之，本无阶段可分，但为方便学者入门，也可划分几个步骤。1.1，若一致，起初做功夫时，心中思想要专一，如果有许多杂念在里面打搅，则静功很难练得好。清除杂念的最好方法是顺其自然，坐久自灭，否则杂念未灭，再添一灭杂念之心，岂不更糟？1.2，无听之以耳，
而听之以心，念头归一了，就用听自觉开始做功夫。普通的所谓听，本是听各种声音，此处所谓听，绝不是听声音。初下手即是听鼻中呼吸之气。凡呼吸系统正常的人，鼻中气息都没有声音，所以说勿用耳听，虽没有声音，但自己却能够感知鼻中气息一出一入，或快或慢，或粗或细，但也不是专指死守鼻窍或肺窍，也不是听鼻中有什么声音，只要自己觉得一呼一吸的起落，此即听之以心。至于呼吸的快慢、粗细、深浅，皆任其自然，不用以念去支配。1.3 无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。听息的功夫做得久了，心和气已经打成一片，分不开了，气已不能作为心的对象，不能说用这个心听那个气，所以说无听之以心。此时身中的气和神虽然团结在一起，尚未达到混沌境界，还稍微有点知觉，继续做下去，并不需要很多时间，自然就完全无知觉了。从有知觉到无知觉这一段暂时的过程中，与其说以心听气，使心和气相对立，不如说以气听气，使心和气两者之间泯去裂痕。所以说听之以气，此处虽仍说听，实际上就不要再着意于听了，所谓听其自然听之而已，即是此处听的最好解释。1.4 听止于耳，心止于服。初下手功夫，注重在一字诀，等念头归一之后，就注重听字诀。假使长久抱住一个听字不放松，也不要过于执着，再后就要用指自觉了。所谓听止于耳，就是叫人不要再着意于听，此时已渐渐地入于混沌境界中，神气合一，心得知觉已不起作用。所以说心止于服，服是符合之意。这种神气合一的状态是无知无觉的，外表看来像睡着了一样，但内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。1.5 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，为道即虚，虚者心斋也。从由浅入深，一步一步渐达虚的境界。这个虚是无知无觉以后自然得到的，不是意识造出来的。如果做静功时，心中常常想着要虚，反而不能虚了。全部功夫原是由后天返到先天，至此已在先天境界中体会了。平时如何止念？我们所讲的修炼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，这和一个的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，即一天24个小时都可以进行修炼联系在一起，当然收益最大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专门静坐之时一本正义，下坐之后又去胡思乱想或者大动肝火，不光静坐得到的益处就此赔个一干二净，再去练功肯定也不会练好。所以一个人的练功生活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，要想把止念的功夫练好，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注意修心、修性、修德、修念。对于在外部环境之中
平时如何才能做到修养心性，自己内部的心态修养，如何才能保持开阔的胸怀和豁达的人生观，这一方面，道家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道家的3项准则。2.1 遇正人，先正矣；遇人敬，先敬人。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，保障个人的功修，首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。从我做起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想要修正别人，首先就应当修正自己，让别人接受。想让别人尊重自己，自己首先应当尊重别人。这样一种推以及人的人生观，并非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，也不是一种自贱自卑的消极态度，而是表现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旷达胸怀，以道德心文明待人，以便排除一切外来干扰，精进修持自己的功夫。那么如果修正不了别人，也没有必要生气上火，相反，正是修正自己的良好契机。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对于进攻修持者的一种考验，只有在实际生活之中不断磨练心性，才能逐渐增益自己的功修。古人云：大隐居尘，何必深山守静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2.2 事情则因，事过则忘。人生在世，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做，那么如何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呢？就是要在事情来了之后，应当不慌不忙地坦然去做，并且尽量争取做得圆满无缺，这样心中就不会留下遗憾。同时，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事情。如果背着其他的负担去做一件事情，就不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也许节外生枝，反而更加增添了另外的麻烦，同时也扰乱了内心世界的平静。事情完成之后，有了空闲，就把这件事情彻底忘掉，心中不留任何负担，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。这样事后无心，即可心中无事，思想上没有负担，杂念也就同时跟着减少，无形之中功修随之精进。2.3 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般人的心理，自己得到什么就会欢天喜地，自己失去什么反而烦恼忧伤，自己的心成了外界事物的奴隶，不能自己做主。可是自己又不觉察，修炼的人内心的境界高尚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空，不以物喜，不以以悲。所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一般所自己认为的得与失，祸与福，其实都是自己心中想的，掩盖了自己的本性真心。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，可以相互转化。老子云：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中国古代有塞翁失马的典故，说是边塞有位老人，他的一匹马丢了，邻居很替他着急，他却不以为然地说，也许这是一件好事。后来这匹马自动回家了，并且带来一匹马，
邻居又向他祝贺，他却不以为然地说，也许这不是一件好事。后来他的儿子骑这匹马把腿断了，邻居又替他难过，他却不能为然地说，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。后来边疆征兵上前线，他的儿子由于摔断了腿，就没有被拉去当炮灰。这个故事说明了祸福无常的道理，得到了也不一定就是失去了，也不一定会是坏事。得与失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关键是身心不应当为外界事物所役使。对于修炼的人来说，应当跳出世俗圈子，不为外衬所动，以保持身心清净，增益功修。从以上所述几点可知，道家修炼与流行气功不同。修炼首先要求人们应当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也可以说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先尽人道，再修仙道。修炼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，即人道为丹道之基，无德则不能培道。这一根基决定了道家丹法修炼的现实性与真实性。仙道贵实，绝非空谈。这与宗教家的神权迷信和玄学家的口头空谈大异其趣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三、静的层次和阶段。静有几个层次阶段。3.1，自己的心情相对于自己平静，是平静的第一个阶段。3.2，第二个平静的阶段是别人觉得你很静，自己也很静，这个相对比较真实了。有的人一点都不静，跟我说，老师我挺静的呀。我说，别人看着你都不静，你自己觉得静，你叫假静。真正静的人就像孔子见到老子一样，老子像呆若木鸡，犹如蛟龙也。他看到老子像雕塑一样站立在那里，纹丝不动，说话也纹丝不动。真正的静是心止如水，一点波澜都没有。3.3，平静的第三个阶段是消灭觉识的阶段，消灭觉识的条件反射的阶段。有的人骂他一句，他立刻就生气，这时他没有思考时间，说明你骨子里还不静。只有经过大量的参悟才能达到清净。很多人为什么静不下来，是因为你的垃圾太多了，你就静不下来，因为你生的气太多了，想不生气都不行，只有把对应的心情给消了，清楚了，才能平静。所以古人造了2个字叫清静，不清除心灵垃圾不能静，所以叫清静。不清除心灵垃圾，人是不能达到平静的。3.4，那么第4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，是没有分别心的静，连觉识，连世界观，连很多观点都没有了，消灭了分别心，观点上都平静了。咱们不平静是观点上还有分别，好呀坏呀，对呀错呀，美呀丑呀的。而真正消除观点了，消除了分别心，那个平静才达到上善的静，至上的静。有没有一个瞬间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了？可能自己没有发现，但所有的行为逻辑都反映出你变得安静了。比如有时候
你会安静地去看一本书，有时候你会安静地去吃一顿饭。这些安静的时刻看似很无聊，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内心世界的感受，是我们和自己独处的时光。在这段时光中，我们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，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。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平静，美好而惬意。在生活中，可能有人不能理解安静的意义，有人说安静是不好的，也有人说安静的人是孤单的人，因为身边没有人陪，所以只能一个人，干什么都是一个人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静下来会看得更透。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，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，去看待一些事情，去看待一些问题。此时的我们是安静的，是通透的，我们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，能够看清一切的事情，能够看清一切的东西。比如有时候有人在争吵的时候，我们不参与，而是安静地看着。此时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吵架的真正根源是什么，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之后，我们会对一件事看得更透彻，会对一个人看得更透彻。当我们看得透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很多以前从没有发现的事情。此时的我们就会明白，其实静下来有静下来的力量，而静下来的力量是和以往的自己不一样的。静下来，内心更强大。但其实当一个人能够静下来的时候，说明内心是足够强大的，说明内心是很厉害的。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，内心很厉害的人，才能够做到这些。有时候我们总以为静下来不好，但是一个人能够静下来去面对一件事情，不吵不闹，不争不抢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内心的能量是很足的。我们每个人身边的都有强者的出现，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些强者是怎么产生的。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静下来，心态更好。当一个人能够静下来的时候，心态会更好，因为静下来的人能够调节自己的状态，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可以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，这样的人心态很好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他们都能坦然地去面对一件事情，也都能够坦然地去接受一件事情。即便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他们也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去调整。遇见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负面的，不是崩溃的，而是快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使自己冷静下来，能够更好地处理事情。静下来，情绪更好。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很不好，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那些懂得静下来的人，情绪是很好的，他们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会发现这些人在有情绪的时候，不会肆无忌惮地发出来，而是很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很重视他人的感受。他们知道发了脾气自己爽了，但是很多时候会伤害了一些关系，会让一些关系变得更差，
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于是他们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能够控制情绪的人，胜过一个攻下城池的将军。其实我们会发现，唯有尝遍世间百态，才发现生活也不过如此。风欲静，心不止；心欲静，风不止。心静风静，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越是做到了心静，就是把向外分散的精力回收到自己身上。我们只有在静的时候才能归真。当我们的内心被搅动的时候，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错的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对抗，在与人相处的是对抗的。我想要的，我不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不喜欢的，我需要的，我想拿到的。其实我们身体里很多平静的能量是很难流转出来的。而一个人没有被外界干扰，你的心保持得如如不动，就像一杯水一样，像一个镜面一样的时候，你内在的智慧就会升起。因为你的心澄清，明澈透亮。当我们在极度放松的情况下，天地的能量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。人静了，人就有智慧了，想很多事情就会想得很透彻。那个时候你的智慧就会告诉你什么事情该怎么做，怎么样说话有分寸，怎么样做的这个事情是合适的。合适和适宜就是在你心神澄清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表达出来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的心如如不动，不要被外界所干扰。这个时候你就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缘人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回归清净。愿你找回生命本来的力量，远离烦恼和苦恼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